都被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？行不行啊？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。天辉，我和烟灰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，这里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这是何物？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吗？雪里，雪里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是谁在我脑海中说话？这些人好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星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烟灰，烟灰，你不要过来！烟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里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里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里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
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回，怎么是你？燕回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？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气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哼，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气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气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气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所以，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灵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气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气之主让他来掏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气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又开始了。燕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燕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掏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
那也不是。我之所以来到秦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漆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符之后，拿着幽冥符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漆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依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这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燕怀，你阿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燕怀，燕怀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燕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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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燕怀，燕怀，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。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这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啊。燕怀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小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小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灵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
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立字据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孑然，幸于宴会，屡次救于危命。我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。今只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丰富过一生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立此为据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总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丰富过一生叹息。还有此物，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在这里，一会儿看见你，一会儿看见白晓生，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我看看你手上的表盘。3辰，我之前写的是丑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。你的表盘写的是地支，是12时辰。12时辰。那方才白晓生的表盘上写的是牛，莫不是12生肖？那你这个3是12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、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12辰，也就是12月间，就是12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2月见卯，3月见辰，4月见巳。我手上的3就是3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晓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3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，子鼠丑牛，我把表盘拨回丑，那你12月见丑。对，那你拨回12月。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我们再拨回来便可。叶魂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说的果然是真的。说什么是真的？停在一条线上了。
出来了。燕回、龙主、白小生，急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要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呢。这个狐狸真是笨死了，倒腾半天也没倒腾明白。你不也没倒腾明白？我跟这东西又没有渊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的罗盘。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还把我们关在里面。狐狸精，你怎么这么对我们？我没害你们，罗盘还我！哎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急什么呀？这罗盘究竟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阿娘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遗落在这旷野之中。雪里，你阿娘是雪里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阿娘名讳！燕回，你认识这臭狐狸的娘亲？我曾听师门的人说过，说陈星山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姐，连清广掌门见了都得喊她一声师姐。传说他老人家为了悟道，云游天下，没想到竟然来了青丘，还成了国主夫人。那是，我阿娘虽是玄门人，但对妖族并无偏见。她为了我阿爹来到青丘，就是为了寻找对付黑气的办法。只可惜，他已仙逝。你阿娘也知道黑气？当然，传说他还写了一本名为《幽冥赋》的旷世奇书，就是用来对付黑气的。只不过，现在谁都找不到。没想到海外大征兆得了个真消息，若我们真能找到幽冥符，说不定就能控制符印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被他控制了。幽冥符若是能对付黑气，尊者这些年来又为何让我找寻幽冥符？青丘国主也不知其下落。我阿爹应该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都闭关10多年了，我都许久未曾跟他见过。或许这个罗盘就是我阿娘研制出来去除黑气的法宝。你们被卷入罗盘之中，难道是因为黑气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啊！或许这个罗盘年久未修，才误将我们卷了进去。还能这样？哦，哎，都累了一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我又不困。走着走着就困了吗？好了，哼，也不早了啊。我们3个人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要消失了呀？他今天怎么这么识相？我们立了字据啊？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早该这么干了。这黑气之主和雪里认识吗？不知道啊，怎么这么问？我好像在罗盘里听到了黑气之主的声音。尊者和大国主夫人能有什么关系？黑气之主，幽冥府，雪里，看来这青丘并不简单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不简单，所以你才要好好的跟在我身边。走啦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
无方，莫把我的书压坏。书，就知道你的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身体要少熬夜，少忧虑，多晒太阳，多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还这么操劳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死法叫猝死？大国主闭关多年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青丘谁来做主？难道真指望竹林那个混小子吗？我没事的。没事。你这个眼睛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浑浊多了，气血也亏。最近都做什么了，公子？可能最近比较劳累吧。长兰公子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耀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哦，天耀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耀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这些玄门人，此前便害了我们云溪公主，而今竟还敢如此咄咄逼人。依我之见，要战便战，我青丘断无被他们威胁的可能。罢了，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威胁之言。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的。至于天耀，他要来青丘，一定好好去守护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什么威胁之言便罢了。长兰公子，这些年你主事青丘，便是对这些玄门太过于温和，才让他们今日敢在三重山对我青丘大放厥词。知道还怪起公子来了。与玄门这一战，赵公大可亲自前去啊。你区一个医师，也配多嘴此事？好了，你们都先别吵了。公子，赵公有事禀报，龙主已到王宫外了。哦，我现在还在治疗眼疾，那麻烦赵公为我去迎接天耀，先带他去休息吧。龙主造访，我自会亲迎。这个赵玉，仗着自己掌管青丘防务，对公子也太不敬了。赵公只是为人比较坦率，但他所言所行也都是为了青丘的。你呀，也莫嚼那么多舌根了，好吗？他说别的我都不认可，唯独说公子太温和这话，我比谁都赞同。公子，你就是对谁都太好了。来吧。哇！早就听闻，这青丘王宫建在巨树之上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大的树啊！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要继承的，我厉害吧？哎，糟蹋了！你说什么？亡国之相啊！有人来了！来接我？哎呀，赵公，今日怎么能屈您大驾进来王宫外面接我呀？嘿嘿。哎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龙主，玲珑的龙，龙主的主，龙主，你们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必多礼。龙主，我大国主如今正在闭关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那个气质。安排龙主稍作休息。闭嘴！请随我来。裴老师，走吧。等等。
你便是那个被陈兴山逐出山门的玄门弟子，燕回。没想到青丘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我青丘王宫不许玄门人入内。赵公，燕辉他们在外面也帮我挺多的，让他们进去吧。玄门人不得入青丘王宫。让他们进去吧。你既然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应该知道，是他与我一起，炸了永州城宿隐结界，释放了被奴役的万妖。既是龙主之意，哼！龙主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哟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继承这一切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在青丘你还没那条龙好用呢。现在的青丘防务不都是赵公在管吗？而且，那人狼子野心，我阿爹正在闭关，他一直对主政的二叔和我颇有不满。以后你们在青丘得小心点他。看来你们青丘也不太平。世子觐见，二叔，二叔，二叔回来了。楚离，终于回来了，壮了好多。怎么样？这青丘王宫还挺气派的。遇到了什么事儿？我这次出去啊，干了不少事儿呢。快讲给二叔听啊！你此前来过青丘许多次，见过这位二叔吗？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看见很多见过吧新奇的东西。我炸了广寒门3座山头，给阿姐报仇了。什么？炸了人家山头？朱莉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呢？我给阿姐报仇，谈何莽撞啊？罢了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前陈青山弟子燕回，这位是影妖白晓生，我回来路上认识的。见过。两位你们好啊。拜什么呀？他又看不见。抱歉啊，抱歉，他书读的少，有点唐突了，抱歉啊。无妨，虚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天耀我已经安排去休息了，你们无需担心。稍后我再与他叙旧。二叔竟跟龙主认识啊？我跟他曾是挚友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哎，楚离，那不如你先带2位宾客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，晚上我叫人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，为大家接风洗尘。好的，二叔，走吧。告辞。实在没想到他俩居然认识。你是在感叹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吧，那条龙竟然有朋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？那个叽叽喳喳的小环妖呢？什么鬼啊？你才是鬼，短腿鬼，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今天入青丘王宫，我堂堂一幻妖女王，难道要对你们青丘监国王爷行礼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，藏你的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？你倒是算得行。既然到了这青丘王宫，我们便要开始寻找童术师了。怎么了？在我们青丘王宫，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。怎么就不能提？我就提。童术就是靠黑气才能练成的，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去除黑气的办法。你们一来青丘，就找童术师？你找童术师干什么？报仇。亏你还是个青丘世子，连提一句童术师都怕。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气而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怕，我不怕，我自己找去。哼！哎，你等等，我那个罗盘可能会有用啊。既然他俩都走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打发他们。走，带你去找青丘秘宝。青丘秘宝不是失踪了吗？
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失踪了呢？没想到一别20年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长兰这些年过得如何？鱼命一条，苟活而已。但我倒是听说，你在广寒门封印了素影，对吗？恭喜你，大仇得报。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这些过往，也总算了结了。然而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错事？我为了复仇，让他人承担了恶果。他人？便是方才竹离与你说的那位玄门的姑娘。所以你这次来青丘，就是为了这个姑娘？嗯。那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得上忙？她的身体有些异样，我这次来青丘，就是想将她治好。若是疗伤的话，我青丘有一个仆房医师，他应该可以帮得上忙的。不必了，她的病有些特殊。那天耀，不如你就先留在青丘吧。虽然我如今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我还是可以陪你聊聊天，给你出出主意，或者可以帮你得到燕姑娘的原谅。我只愿她身体无恙，其余并无奢求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改变。对了，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你可知道此书的下落？此物一直被保管在一个屏风里面，待有缘人去之。只可惜，这屏风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，到今天也没能查出个结果。到了。你竟然将青丘秘宝藏在这树洞里啊！嗯。离青丘王宫这么近。嗯。哇！你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，你真是艺高人胆大。但你别担心，这个树洞连接到的是我的隐穴，不会有人破得了的。走吧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也不带个蜡烛？叶慧，别怕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哦。你既然可以点灯，刚才为什么不点？哎呀，头发！我都忘了我可以点亮这里的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扇屏风啊！轻舟泛月风凛然，疑是山隐雪后来。这屏风也是雪岭之物。而我们要找的幽冥赋就在里头。哦，这屏风有何玄机啊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道屏风意味着3道杖术，需要一对玄妖有情人来一一破解。只可惜，之前我带来的有情人连第1道屏障都没有破解，导致我也无缘知道后面2道到底是要做什么。这第1道杖术是什么呀？其实说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回答问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攻略。之前所有有情人被问过的问题，
都在这个上面。南方幼时乳名叫什么？女方最爱喝的茶是什么？南方脚底的痣有几颗？是什么颜色？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多，你到底让多少有情人尝试过啊？太多了，多到记不清了。反正这10几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那你都试了这么多次，里面要问什么问题，你都提前猜到了吧？我知道有什么用啊？2个人都得答对才行。哦。哎，你说我现在去哪儿找一对现成的有情人呢？好像就剩我们俩了。白小生，你看啊，你是妖族人，我是玄门人。虽然我俩不是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觉得这第一道障数不是非得有情人才能解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你都积累这么多经验了，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题背好，先对好答案，说不定也能解了呢。所以你是想要用作弊的方式来骗过这道障数？然而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？你之前试过了？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。我曾经带1男1女进去过，我让姐妹进去过，我让兄弟进去过，我甚至还扮女装跟一个男人进去过。牺牲这么大，可惜都没用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？听我的，我们就试试背题对答案。我们试试吧。屋外繁花爬上枝桠，听小鸟叽叽喳喳，大梦初醒来，管它真与假。世间喧哗，摇头晃脑闲溜达。看着我干嘛？咫尺天涯，一会儿天边人家有他。不要再盯着我看了，你看天地辽阔，赶紧拿书去看。凡事不要想太多，一路随风漂泊，纵情湖光山色，3千烦恼奈我何？都说天机难测，来去匆匆过客，遇事不要管太多。再沾一碗。你这个罗盘真能帮我找到童术师？怎么不信呢？当然，这个法宝专门克制黑气，如果童术师在附近，这个罗盘一定会有反应，相信我很好用的。可这个罗盘自从出了旷野之后，就再无动静了。现在连这个指针都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幻妖戒指有认主这么一说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唤醒这戒指里面的力量。你这个罗盘，怕不是也是如此？他现在不认这个主人？老子乃青丘唯一的世子，大国主嫡亲的儿子，他怎敢不认？对，那你就是不会用喽。胡说！要我说，就是我们青丘根本没有你要找的那种续邪门术法的人。哎，龙主。龙主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听说龙是世间最为聪慧的存在，您看我这罗盘为何再难转动了？此物，我也看不太明白。啊？什么眼神？什么态度？无妨，你们可以见到燕回。这几天我都找不到他。哦，他和白小生回去了，在那个吊桥那边的小院里面。这几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人说呢。
龙主，我这罗盘。哎呀，你难道没看出来龙主他不高兴了吗？还不是你多嘴。哦，燕回，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明天再战吧。不行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我还能背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苦。幽冥赋近在咫尺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，哪能偷懒？你不要命了，你也抓紧背吧。好，背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幽冥赋的下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考考你，帮你加深印象。我怕你，来吧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太简单了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正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，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1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，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，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险境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2个素影。他最珍贵的东西，却被我亲手。你放过我吧。